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。唱了。老师啊，您来一个，好久没听您唱歌了。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，让你师母唱一首。我不唱了，我不唱，你们唱。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《望春风》。啊，好听啊。那师母唱一个呗。这也没有外人。妈，宇迅，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？哪里有小孩子啊？我看看，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？哪儿呢？哎呀，碧可，你京剧唱那么好听，没有唱歌肯定不赖呀。唱一个。夜夜独自坐灯下，春风阵阵吹，想起邂逅的少年，姑娘心儿碎。他真英俊又潇洒，但不知是谁。想要问他口难开，相逢如萍水。但愿同他常相会，永远相亲相爱。春暖花开的好时光，叫我空等待。听得一声脚步声，即把门儿开。月亮笑我太痴心，只是春风来。太好听了，唱的来，好听哎，好久不听了。该谁了？陈志啊，你得来一曲。啊，不行，就来一首，来一首。谁呀？我去看一下。哎呦，哟，哎呦，段厅长、段太太，哎呦，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？少夫人啊，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。吴司长，给您道喜来了。哎呦，阿姨，那个，我先上去睡觉了。好啊。一局的歹徒古正文、李孝南，3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。啊，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。好红酒，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，我才不至于含冤啊。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。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，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？哦，不了不了。哎呀，老段，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，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，干嘛不喝呀？好，请，来，你这请。那个，哟，那个家里面有客人呐。哎呦，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。哎，不打扰，我好朋友陈太太、段太太都认识，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。段先生好。啊，陈太太你好。你们俩认识啊？啊，是，我们之前见过，在店里招待所，吴司长收拾书那回啊。哎呦，老段，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？这陈太太跟吴太太2个人是好朋友，在东公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。哎，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？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，
我没搬过来之前，我们是住在电力招待所的。他当时要找我，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啊？对不对？嫂夫人，吴次长，陈太太，我都搞清楚了，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。段厅长，落座。哦，不，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。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，告辞了啊，告辞，哎，走了。不是，人家都说了，你怎么回事啊，老段？段厅长、段太太，慢走啊！嫂夫人留步。哎，记得打牌啊，吴太太。下次有机会再来。哎，好嘞。叶希，哎，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。好，给。你来吧。阿豆，哎，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？有了呀，太太。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。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？你还记得吗？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。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？您说是哪一次呀？没事了。喂，你来，我找你有事。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？没关系，太太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您去吧。不用。来，干嘛？有什么话，非得现在说？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。来，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？碧桂，有件事情，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。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？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。碧桂，你听我说。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。碧桂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。你听我说。其实，在电力招待所，碧桂，我是想说，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电力招待所的。你也知道这件事？我知道啊，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？陈太太正好要替他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，我记得老师那儿有，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，我就带陈太太去了。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，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，段厅长就误会了。师母，是我的疏忽，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，对不起啊，工作一忙忘记了。是我的疏忽。肯定是你的疏忽啊！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，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干什么去？我去找陈芝，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，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。你去哪儿找他呀？他肯定还没走远呢。等哪天再见着他，跟他说，不行吗？不行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。小田，送我出去一趟。陈芝，停车！陈芝，玉葵，啊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啊？我清楚了，啊，我都清楚了。那个，
抱歉啊，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。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，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。真的是对不起。哎呀，不用，碧葵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刚才吧，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，但是好像有点尴尬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其实不用解释，是我有点小心眼儿，也怪我们家先生，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，这么尴尬的走了，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。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。哎呀，不会的，你想多了，真的这觉得你这么冷的天，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？我也不冷啊，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，衣服扔车里在，你放心没事儿，我不冷。哎，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！啊，快，冷啊！我送你回去。走。哎呀，心里不舒服吧？哎呀，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我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？哎呀，不会的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谢谢。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，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。时局艰难，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。组织上，为了方便我们联络，专门送来一部电台。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。好，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。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，眼下这种紧要时刻，正是需要紧密的和组织保持联系。这说明啊，解放台湾箭在弦上。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，我心里就好激动啊！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。来，阿斌，吃饭，别忙活了。啊，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，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分。回基隆？这么突然？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。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，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。哼。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经历了那么多事儿，这突然说要走了，我这心里空落落的，真的。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，天天在山上吃闲饭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我理解你的心情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，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，铁定缺人手。等你完成了甄别，可以随时再调过来，我等着你。你干什么？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。哎，你再去给我盛一碗啊！你看你这。来，赶紧趁热吃了。别看了，赶紧趁热吃了吧，凉了待会儿。哎呦！
陈书记，阿斌突发腹泻，恐怕去不了基隆了。腹泻，严重吗？看样子病得不轻，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，起都起不来，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。这节骨眼儿。哎，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？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？是的。他对基隆也熟啊，他工作情况怎么样？庄阿晨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，表现虽然不错，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，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。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，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。他有在基隆工作过，熟悉当地的情况。不如啊，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。不，老郑，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。不要死脑筋啊，正值用人之际呀。哦，要是为了走程序，耽误了工作，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？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，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。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，不能教条主义啊！台湾解放在即，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，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。哎，就这么定了，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。给你带路，去基隆接收电台，去通知庄阿晨。是。老郑，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，我服从你的决定，但我保留我的意见。老陈，不要畏首畏尾的了，来，科长，你就放心了。大哥，到了，就这儿。好。谢谢。走。还有多远？快到了，跟我走吧。老陈，怎么了？肚子疼。肚子疼？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，您等我一会儿。行，你快点回来啊。我很快。快到了吧？根据给的地址，前面应该就是。他们到了吗？我们不会横向联系，没人来，只接收电台，是这样？对。阿晨，你的耳门警戒。局长，又是个硬骨头。是他的骨头硬，还是你的能力不行？已经打断了3根肋骨，左胳膊都打折了，愣是一个字都不说。我怕再继续用刑，身子就吃不消了。给他找个医生看看。建峰同志，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，用尽了各种办法，就是撬不开他的嘴。如果再用刑的话，恐怕有生命危险，这条线索也就断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
建峰同志，古正文栽赃吴次长和于湘南贩卖情报，都是属下管教不严。但9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，他们2人不可能知道，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，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。卑职斗胆请求建峰同志，饶古正文一命，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，戴罪立功。他要是审不出来呢？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，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，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。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，没有他撬不开嘴的。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，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，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。如果他要审不出来，到时候在军法从事，也为时不晚。是。老师，草山行馆通知，请您去一趟。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，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，同舟共济，才能反败为胜。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，组织为重，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。上次您忍辱负重，为白团做翻译，让金国十分钦佩。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，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。为此，总裁力排众议，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，对您委以重任。建峰同志，您有话就直说吧。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，自食其果。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，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，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，让他戴罪立功。您的意思是，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，我也一定会严办的。建峰同志言重了，卑职汗颜，跟党国大业比起来，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。为了大局考虑，放过古正文，我完全理解。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。建峰同志，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，需要您批示确认。我一会儿办。是。建峰同志，您公务繁忙，那吴某就告辞了。您稍等，还有个人要求见您。出来吧。建峰同志，吴次长，古正文的事情，一定要经得吴次长的同意。如果吴次长不肯原谅他，那该杀，我还是要杀了他。是。同意了，同意了。好，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，在这吃个便饭吧。不用了，建峰同志，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，极力斡旋，我再不心领神会，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？真的不用吃饭了，我这就告辞了。送送吴次长。不用，留步，留步。谢谢吴次长。喂，周总长，建峰同志，想找你要个人。您请讲。
小蒋这是要干什么？他这分明是胁迫，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你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。他别忘了，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。专心开车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以古正门的罪名，他能枪毙10次了，小蒋为什么要救他？不是小蒋，是老蒋。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，让小蒋做主任，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。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代毓农。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？比起众怒，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。就算没有古正门，他们也会扶植张正门、王正门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，送出去，越快越好。这一次，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。他说，保密局入台以来，你们先破光明报案，又破共党基隆工委，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，你确实是功不可没。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。你不要再辜负建峰同志对你的信任。是建峰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，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。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，戴罪立功。属下明白，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，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。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。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、公报私仇的痼疾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2次机会。是。局长，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，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。您的再造之恩，属下无以为报。好听的话少说。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？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，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。是。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。是啊，这是3个月前的部署了。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，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。顾世同在西南，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，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。是，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。你帮我接一下。舟山指挥所，总机。找李敏元。你好，这里是总机，请稍等。你好，总机，这是5万。帮我找一下李敏元。你好，长官，请稍等。龙大的学生，也是我同乡，在顾产主任手下，以前跟我通过话。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，我问问他，春节会不会台北？喂，你好，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，谢谢。好，稍等。喂，敏元，是我，吴司长。还是叫老师比较亲切。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，他们请我吃尾牙宴。席间聊起你，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。你最近可好啊？学生感佩老师惦念。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县泄密一事忙着内查，这才松口气，还算安稳。舟山艰苦啊。你春节回来吗？如果回台北的话，可以小聚啊。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，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。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，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。
郭主任尽心尽职，一向高瞻远瞩，但春节期间不放假，未免太严厉了。我试试跟郭主任请2天假，回去看看您，看看父母。好，我等你消息。好。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，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。一记金楼虫，我就给他摁那儿了。到最后，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，恨之入骨，又心服口服。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！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，是不是啊，旺组长？别瞎说啊，我哪有那本事啊？组长回来了！哎呀，组长一口回来了！组长，哎呀，好的，组长辛苦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哎，谢老弟兄。组长，干什么呢啊？没活干啊？组长，喝呢是吧？哦，您终于回来了啊！你忙你们的，到办公室来。我早就说过，您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。这次行动非常出色。咱们侦防组呢，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。谢谢组长。这里还有3000，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。拿着。谢谢组长。说实话，都是您教的好，真的。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，怎么可能那么成功？是你自己聪明，你算是个好学生啊。对了，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？人被2处扣押了。那行李呢？也送到2处了。行动真够快的呀！唉，我刚才忘了告诉你，这次你立了大功，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。上面同意，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2队，你就是这个队长。我当2队队长？怎么了？那1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兼任？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？不是。组长，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？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？不确定，他们只来开过1次会。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。对了，还得告诉你，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，名字叫小钱。要没有这个司机，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。用好这条线。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，是他的妹妹，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。您还是怀疑吴次？孟队长，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。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，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。明白。那我先去了。恭喜谷组长死里逃生啊！干这行的嘛，这幸好还有用，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。局长说了，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。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。软硬不吃的主，一开始啊，
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，连女人都有啊。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！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哦，你不打怎么审讯啊？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，那就说不清了。我还是去确认一下，请便。带走。哥，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。今天太太呢，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，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，我给你包个大的。谢谢哥。挑个大的。哥。嗯。最近好热闹，四处都是鞭炮声。可是我不喜欢。怎么了？越是热闹，我心里就越难受。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。哥，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，那明年呢？明年可不可以？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？小梅。其实，哥也不知道。不过夫人说了，过年的时候，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，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，一起热闹热闹，好不好？我不去。如果不是在漳州，不是和爸妈一起，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。小梅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回去的，啊，一定回去。回去，一块过年，好不好？就是嘛，漳州、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？游也能游回去。傻妹妹，净说傻话。来，谢谢哥。好甜。好好吃。小钱，你是谁啊？侦防组的于队长，认识吧？他因为你丢了命。继续给我们提供吴次长的情报。你的过错，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。我凭什么要听你的？我还放了你们于队长。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。你在吴次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。我有你的把柄，不是吗？如果你配合的话，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，和你们兄妹团聚，好不好？3天以后，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，我再来找你。我查过他的行李，东西不多，但是很整齐。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？陈发斌跟我说过，说他是
台工委的领导，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，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。继续。来的路上，我也试过套他的话，但他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，什么都不肯说。还有就是，听他的口音，不像是本地人，应该是福建那边的。福建口音，或者说，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。这个信息很重要，再好好想想，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？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，他从高雄赶过来，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。陈发斌跟我说，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。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，他从高雄赶过来，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。陈发斌跟我说，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。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，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？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，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。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他。您的意思是，从他家人下手？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，也没有好好吃东西。正好路过屏东，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，尝尝吧，开开胃。放心，没下毒。我再吃点了。那好，陈先生，我来呢，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，二呢是想问些问题。你看啊，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，我仔仔细细、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，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，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，走线匀称。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，最后我想清楚了。一个整洁有序的人，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，
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？和我想的一样，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，放下笔拿枪的手啊，他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、不旧衣服的手？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。古诗有云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。”不对，不是慈母，是贤妻才对吧？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。我是一个人，没有家人。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，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卖水果，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，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？哎，毕竟小孩子嘛，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、糖饼什么的，很正常。我了解你们，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。就是屏东，没错了，就是屏东。哦，忘了告诉你，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成同志，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。屏东是个好地方，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。给我点时间，我相信应该超不过3天，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。组长，他都招了。哼，不叫招了，但是也等于招了。自己暴露了，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，都标好了。标好了，主要是竹田、新港、嘉东那几个地方，人口密集，啊，挨家挨户给我搜，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，女人是福州口音的。是。注意没身份，速战速决，别惊了我的大狱。明白，我这就去。米元啊，这太遗憾了，无妨，总有机会相聚的，均无要紧。怎么了，老师？舟山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，突发脑溢血，米元回不来了。哎，老师，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？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。此前，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，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。在被拘押前，我整理了一部分，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。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，陈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，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。是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，看一看，可能情况就不一样。于新兄，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？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。
学长，我当年上保定军校，投军前线，一只右眼被日本人扎瞎了，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才来养老的。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，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。自从来台以后，我就过得憋屈。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，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。学长，台南也好，台中也好，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。实在不行，海南也行。反正您是学长，我就赖上您了，您帮我筹谋筹谋。好了，你的情况啊，我是知道的，但你也明白，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。找个合适的机会，我和周总长再商议你的事情。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，你先回去等我消息。学长，在台北，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，也只有学长您了。我刚收到电报，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淤血，病势严重，不省人事。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？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？担任副参谋长啊。郭主任一出事儿，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，我是担心出乱子，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。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。稳定军心是其一，快到年关了，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。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，又来这个事儿，这年关不好过呀。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。舟山军心一乱，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。安定军心，我觉得是首要解决的问题。学长言之有理，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？备好备文物资，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，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，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，严防通共行为。这个建议太好了。那派谁去合适呢，学长？派谁去？你派谁去？你派我去也不合适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，真是怕了。至于人选，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。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，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，会有僭越的风险。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，选派几个吧，一起去。学长啊，学长，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，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。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，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。谨言慎行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。好吧，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。好。将军，这事儿还没成呢，您就着急收拾东西，未免也太早了点吧？云勋说他有胜算，如果不能成行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。来，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卫星相机，用不干的东西。是我，周总长今日与我商议，
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居民。我推荐你去。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是你熟悉的中心舰。明早接龙出发。谢谢学长挂念。我推荐你去，不光你和我是旧交，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，你去，我放心。请您放心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那我去收拾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就不用去了。人多那儿容易引起怀疑，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。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4个军，共10万人。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，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。无论是就地围歼，还是围而不打，直取台湾，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。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，我会请他接待你。你想个办法，去一趟作战室。陈将军，先去我办公室吧。作战室在哪儿？2楼，去作战室。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，以便分配物资。戴参谋，你带陈将军先过去，我去拿分配草案。是，陈将军，行。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。您请便。老师，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。陈将军，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，你先过目，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。说笑了不是，指教谈不上，共同商策。喂，吴办。报告，李副参谋长，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。您稍等。好，陪一下陈将军。是。次长。李元啊，我有2句话想单独交代你。你旁边没别人吧？没有，老师，就我一个人。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，陈将军，喝口热茶吧。舟山不比台湾，屋里冷得很。好，慢点。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？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什么是大问题啊？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，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。哎，这个你就放心吧。国防部呢，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，很快就会落实。太好了。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没有了。没有别的问题，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。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，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。那你在这看我，不耽误时间吗？赶紧去拿吧。是。
裁视察舟山前线，曾经说过，攻势薄弱，多暴露，形同儿戏，士兵也面黄肌瘦，不见健康之人。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。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。喂，老师。喂。喂，帮我借一下舟山指挥所。长官，请稍等。长官，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，线路受损，暂时打不出去。好。带参谋呢？哎，不是让他陪着您吗？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。李副参谋长，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，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。李副参谋长，你看啊，登步、胜寺，还有岱山，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，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。要我说，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，只能多给，不能少了他们的，以防军心不稳。是。等分配计划完善后，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。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。陈将军，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，这儿不太暖和呀。无妨。时间紧，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，做好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普陀佛茶太清致，我有些喝不习惯。最近呢，火气有点大，想消消火。你这有没有菊花茶？有啊，我这儿给你拿去。哎呦，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？哦，太好了。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反复叮咛我，安排慰问物资的重点。行，赶紧回去吧。那您先好好休息，明早带他们会带您去吃沙滩店。好。
往年的正月，神明才开始出巡，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。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，消灾祈福了。老师，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，他能顺利到达舟山，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。我相信，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。你总是那么乐观。阿美也这么说。今年除夕的时候，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。好。他把香姐交给你之后，又再联系你没有？没有，形同陌路。姐夫，喏，葡萄酒杯啊，尽量不要这样拿了。葡萄酒啊，不是白兰地，不是科尼亚克。手的温度啊，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。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，也可以握这个圈圈，看你喜欢了。姐夫，你知道的真多。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，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，好不好？不要了吧，那个最胖人了，我最近腰都粗了1圈了。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，否则以后会后悔的。先生，多加一份蛋糕，我陪你一起吃。开动了，要趁热了。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，还是来我们家吧，我们家更自由点儿。也是。啊，雪成，我要嘱咐你一件事，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。放心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小姐，你想唱就唱吧，我不会告诉司长的。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，害得我差点被转学？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嘛。哎呀，小姐你放心，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。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啦？绝对不会，我发誓。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。好吧，那我再谢你最后一次。照遍了东方，自由之声纵情歌唱。真好听。我就胡乱学了几句。小姐，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？谁会不想呢？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，我才不愿意来台湾。司长说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。马上？马上是多久？老郑，刚刚收到了庄阿晨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，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，一直打摆子，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，庄阿晨正在照顾他。情况属实吗？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，
暗号和落款也没错。要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。明白。吴次长，次长，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。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，怎么还亲自来了？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，身体不舒展，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。请跟我来。嗯。次长，我帮您找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查阅吧。这文件这么多，我帮您找，可以节省时间。不是说了吗？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，你去忙吧。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？不用不用，您有需要随时叫我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，让他带2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。是，次长。吴次长，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。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，请恢复原样。小晴，见字好。哥本心向蓝天，只为保家卫国，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。为继续实现理想，哥选择了起义北非，期待与你早日团圆。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。
回大陆。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，我想，你哥哥的魂魄，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。当然，你有时间考虑，想好了就告诉我。吴次长，谢谢。司长，这布袋戏啊，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。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，没想到您也挺爱看的。想家吗？还好，但我妹妹特别想家，她前2天跟我说，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？你说是不是挺可惜？你先开车回去吧。我等您。这里离家不远，我可以走回去。去吧。是。深度猎息的任务结束了，明天开始就回侦防组吧。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。查到现在，差点连命都搭上，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。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。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，就说明他们也怀疑，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。如果我查不出来，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。所以我只有接着查，你懂吧？越是这个时候，
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。再说，在侦防组，那是明面上的工作，比渗透要安全多了。剩余的部署情况，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。于军友，我是不负你的期望了。子申兄，千万别这么说。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哎呀，我是不甘心呐，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，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。子申兄，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？我去了，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，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雨山面水，碉堡林立。大谢、眉山、桃花等岛解放以后，舟山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头山。群机一团，显然是为了自保。这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，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。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，纵深更大，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，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。这样吧，运勇，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。你不能再去冒险了。这样，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，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。